人了。你要下去吗？清晨推开窗，海风渗进来，白云慢慢走，落在我脚边，背着小背包，沿着山路弯，你在远方笑，我就不怕慢。阳光落在肩上，像温柔的掌，每一步都轻，每一口都凉。走吧，走吧，去看海和山。走吧，走吧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休伯特的频道。唱歌，浪花在追赶我和你，慢慢到达平安。今天是我们出来度假的第二天，我们跨区来骑车，利用旅游的时间。路线这样知道了哈，顺着这个路走下去。这是早上5点40分的新北啊，这个应该是新北。深坑是新北还是台北？新北啊。你2个礼拜没骑车了哦，这是第3个礼拜哦。免骑伤紧啊，今仔无足急的。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骑车。今年我们家的2位小朋友都是毕业生，所以老早就休假了。趁着这次端午的连假，我们出门走一走。过去我们全家一起出游，我经常带着单车，曾经骑过巴拉卡驻航站，也曾经骑过观音山。那是要去双溪的。这一次我是带着2台脚踏车，车上坐着4个人，趁着小孩还在睡觉，出门骑车。我们从深坑来到了木栅。话说来到猫空，我们来坐这个缆车，2次来都做不到，它都在保养。难道是犯了冲吗？隔了7、8年再来，一样是在维修。搭缆车就算了，今天还是骑单车上去看看。所以我们这一辈子还没坐过猫空缆车。对于这里的环境我不熟悉，查看了一下，总共有3条路线。昨天开车上去很难停车啊。我们来到上面，然后吃了豆花、烧仙草，是烧仙草吗？忘记了。我是吃豆花啦。在前一天，我已经先从指南路上去过，觉得好陡啊，打算一早从明德宫那一条路线切进去。但是呢 ，Google 地图好像给我变了又变，它叫我右转再180度回转，最后我改直走红色的虚线，所以最终又被导引到前一天的指南路。我看过泽瑞跟伊娃介绍的3条路线，原先打算走明德宫，结果找不到了。还好前一天有开车来绕一绕，这路线虽然陡，但毕竟有走过，不用害怕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我们最后再来瞧瞧我们走过的感觉。刚起步没多久，就发现路蛮陡的。昨天在开车的时候，心里面想，夭寿，那这样也到的。看要不要骑我们昨天下山的路线。下山的路线就是前方有个岔路要走左边，
变数要再变哦。你还很多哎、要轻踩。在这里，我们选择左边。我也不知道这是3条路中的哪一条路。如果今天不是带着我们家女王，我今天的路线不会这样骑。最后，我们再来分享我原先打算怎么骑。要再变，还很多格。对，这哦，这袂算呢。这一条路线最终爬升到草南桥，整体的路线大概在3.8K， 爬升大概有340。我们家女王跟我讲，她骑脚踏车差一点摔倒，其实不是，我发现了，她骗我。她说我都不鸟她，把它放在后面。还差点滑倒。哦，小心一点哦。最终是擦眼镜，眼镜差点掉下去。走。这一位是我们今天在山上遇到的第一位车友。说实在的，我也很想休息，但是不行。他刚才就说你要过来这边休息一下嘛。立马帮忙，我就快喘不过气了。啊！他刚才说你要过来休息一下。我昏去啊，我。你昏去什么？啊！你昏去什么？我没空趴。啊！其实是换气快要晕了。我没有理他。好好。这样子可以吗？还好啦，讲个话而已。啊，没有那么小气啊。对啊，没有小气。说没要小气关心你。哦，刚才超陡哎。哇，这边的 view 很棒哎！我原先的规划，这边是回程的时候要骑，打算到草南桥的时候右转。不过前一天开车过去，发现路太小了，最后放弃。自己一个人倒是会冒险看看。看一下那条路，啊，也是蛮小的。那其实今天骑的这条路也没比较好。啊，累。那我要回去一下，刚好上来这里路就比较平。哦，该爬的应该都爬得差不多了吧？猫空原先就200多，我们今天就爬了300多。说一下我们今天骑车的感觉，这一条路线大概有3.8K， 在爬升340公尺。拍那个猫猫啊！我们今天走的这一条路线还比较笔直，另外2条路线就比较弯弯翘翘。不过也有小的时候啦。应该是现在那个缆车坏掉，他就要开车上来了。这一条路线现在天气不错啊，都有树荫。快到了，停一下。总结今天这条路线对我们的感觉，我个人觉得总距离大概在4K 左右，爬升平均坡度在10%，我是觉得还好。利用旅游的时间出门骑车1个半小时，我觉得相当的不错，而且还可以鸟瞰台北市区、台北101，这样就值了。
那边是一个休息的地方是吗？对啊，大家都是在那边休息的。哎，那边拍一下。跟我们同一个方向上来的车友有2位，另外从明德宫那边上来的相对比较多。相对于新竹地区的路线，我觉得新竹的路线比较宽。Kenny 他们就走这一条。是我觉得人家都是爬坡上来的。所以我个人觉得新竹比较热门的路线还是会比较安全。这管天不骑阿比亚呢？哇，这里是 view 最好的呢。对啊，你是看不到后面哈。对啊。对啊。哎，我。哇。是啊。因为我找不到这条路啊。我本来是想走这条路上来。前面有个明德宫，有个坤元宫。那完了。不是，这一条就是一般最长期的猫空的路线，车少。人家说车子比较少。啊，因为我们下坡，我们就慢慢下滑。哦，刚才那个 view 蛮不错的哈。没事情爬不起来哈。可以呀。嗨，早。我也不知道是坤元宫还是混元宫，反正 Google 地图我找不到。现在是6点47，我们打算回去了。预计8点可以到饭店，在深坑的芙蓉。最终我们7点10分就回到饭店了，可以说是相当的近啊。那比较多的车友是走这边上来的，不过我们今天人生地不熟，我不知道这一条路怎么骑。我原先以为规划的地图就是走这一条路，结果目睭靠喇叭搞掉，看不到，所以最后走那边蛮硬的呢。那现在至少走到这里还没有那种陡坡啊，这里应该是了吧？哎，对，左转啊！哎，他们左转呢？那个减掉。他们左转呢？刚才他是叫我们左转，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不要好了，那新店，那边是往新店。哇，北郎就是这样子。这一条路线，或许我的人生当中一生只骑过这么一次。我看到路牌是往新店的方向，想说就算了。2个人啊？上山头没有啊？有2人啊。下线上的。下线上那个。对啊。女王还是觉得人太少了，她总是觉得来台北骑车人应该会很多。你是台北人或新北人，你在哪里呢？是在往阳明山的路线中，还是在北海岸？像今天这种短程的路线，崩拉跟 C 口尾巴。到家了哦，不是，到饭店了。我们回到了饭店了。在过去，我们总是把时间放在小朋友的身上，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应用在自己的身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住的地方。我们今天边旅游，带着一家4口，来到饭店居住，然后顺便带着脚踏车。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，我们骑完了。我说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，我们骑完了。啊，可以啊。刚好我的后行李箱
可以放2台脚踏车，还有2件行李。盛行奶超无动逃，一身的狼狈，赶快去梳洗。回到了房间，小朋友也还在睡觉，刚好起床吃早餐。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记录。孩子总是会长大，该好好规划自己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。祝你美梦成真。